悄悄，拜拜。收一下哈。好，那接着就是马上来开箱这款 iPhone 12 mini 啦。那首先按照往例，我们要来感谢这一次影片的赞助商，也就是自选家啦。那听到自选家这3个名字，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有抽奖。至于抽什么，你把整部片看完你就会知道。然后这支12 mini 其实是我最期待的手机，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小手机爱好者。但是我最近这2次为了拍照最好的体验，我都换成最大支的手机。这支手机虽然说体积很小，但它却没有过多的阉割。我觉得这是很难得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假设是在笔电的世界里，你要个最小体积、最轻，然后效能又要中上的，我靠，应该是贵爆，价格应该是最贵。然后蛮有趣的是，这只手机其实在台湾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抢手。开卖的隔天，我有在某一个下午看到说官网上是还有货，但是在隔一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就没有货了，那就蛮妙的。然后不过到今天我去取货的时候，其实现场也都是没什么货，可能要问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一次我买的是白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它12系列的话，白色是比较好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又来撕膜啦！哒啦！白色的是不是很好看？我觉得白色的超级好看。那我们手机先暂时放在旁边。哇，好轻啊，太爽了。然后里面的配件就跟 iPhone 12 Pro Max 的一样。那唯一我想看的就是这个贴纸的大小，这很有趣。我看了苹果爹开箱才发现，原来它贴纸一边是比较大，一边比较小啊。如果你是12 mini 的贴纸是比较小，这个贴上去大家就知道，这人信仰成分可能需要加值，蛮有趣的。然后贴纸也是只有1张，所以我蛮好奇，是真有人会贴吗？如果你有贴过这贴纸，贴在哪里？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真的很好奇，我是从来没有贴过。然后接着在进入手机之前，少掉的充电头我帮你找到了，就是这一颗，有没有觉得超像？这一颗很像豆腐头的东西，这一颗是 Arky 的20瓦充电头，超级小，这个都超级便宜。我这部影片就会抽出一组这个，或者是这个 PAB4，这是 PAB1，然后这是 PAB4 是有2孔，我之前有开箱过，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之前。那这一组 Arky 的20瓦，它加充电线才799，如果你不加线的话才490，超级便宜，比你那个 Apple 专卖店的590的再便宜100块，真的很便宜，而且体积小上非常的多。详细的充电数据我会再等我体验过后的心得评测和相机评测，然后里面我会提到这充电的速度，大家可以开启小铃铛，然后follow我之后的影片，我之后会再详细的去测这颗头的充电速度。好啦，那如果想要参加抽奖的话，记得把影片好好看完哈。好，那接着就回到手机的部分了。哇，这手感太好了吧，超级轻然后一样是这边就是有个电源键，然后2个音量键和一个这个是静音键，这静音键真的很爽然后下面是 SIM 卡的卡槽，那他们这边这次都是支援的是 eSIM 双卡，所以就只有1个实体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撕个膜吧。爽啊，撕完膜真的是爽。然后整个的萤幕的话都是切齐平面的，天空走这种铝的材质的，我觉得整个质感非常好，而且完全不沾黏指纹。哇，糟糕了，我的小手机魂正在大爆发怎么办？好，那背面来讲的话，我这次选的是白色，我会觉得这次的白有点偏向乳白色吧。这次会选白色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金色，12系列和12 mini 是没有金色，然后我觉得黑色太沾指纹，蓝色的我感觉会腻，那红色有点太桃红了，我没有这么喜欢。那绿色我觉得不够绿，就是有一种要绿不绿、要白不白的感觉，所以我最后选择这个白色。我觉得现在整个时机拿上手的感觉很不错这白色。好，那我来讲一下它整个手机的尺寸。它这款手机的宽是64.2mm，然后长是131.5mm，然后高是7.4mm，其实跟你的 iPhone 12 Pro Max 是一样的厚度的。然后这款手机宇宙无敌霹雳轻啊，量给各位看一下。
133克，各位观众，这才133克，超级轻不过这么轻的状况下，和这个体积这么小的状况下，虽然换到了很不错的手感，但牺牲应该就是你电池容量的大小，也就是所谓的续航力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之后在心得影片也会测一下整个的续航力的感觉，它可以使用的时间。然后你看这个手这样，哇，整个这样都可以覆盖得到，单手完全可以轻松超过，从左下到右上，爽翻天！这根本就是拇指全集中呼吸，还常驻，超爽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机的规格。那首先我会觉得这个孔感觉会有点大，是因为整只手机比较偏小。可以看一下，其实 Pro Max 来讲的话，它的相机模组的孔是开得更大的，然后你已经可以看到 Pro Max 黑色的这个边边开始有一些指纹啊什么的，其实有点恼人啊。如果你很在意指纹的话，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选白色虽然很好看，不过它的相机的模组就更加的突出了一点，然后再加上体积很小，就感觉很大。那我之后也会跟那个 Pro Max 比一下，说它的拍照体验是如何。哇，你看这个 size， 这整个差超多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在用的这只，整个差翻天啊！你看这两只就已经一只大一只小，然后这只又在更小，哇，整个超级缩小版，蛮有趣的。好，那我来讲一下它的规格。广角镜头，也就是所谓的主镜头，使用的是26mm 的焦距，有着 f1.6 的光圈；超广角镜头使用的是13mm 的焦距，有着 f2.4 的光圈，然后120度的视野。那两颗镜头都使用的是1200万像素。那虽然说它这颗主镜头是比 Pro Max 的感光元件来的小，不过这两颗基本上跟你在12 Pro 是一样的，而且超广角的镜头跟12 Pro Max 也是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诚意。因为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用到长焦啦，我觉得在广角和一般的主镜头就已经很够用。那我们就来开机吧。有电吗？有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之前的 Apple 的手机如果是白色开机的话，应该是白底黑苹果。它这次怎么会是黑底白苹果啊？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。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它整个的刘海的感觉，我觉得12的 mini 的感觉好像又再更小了一点，然后整个的边框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12 mini 的再更窄了一些，因为它这边有这个铝的感觉，然后这边直接接不锈钢嘛，整个感觉会觉得好像12 mini 的荧幕的边框感会更轻。不过刘海的感觉就是似乎有缩小，但是好像不太确定，感觉起来其实应该是稍微小一点点吗？还是差不多？然后我来登录一下，等你见。Few inches later. 好，然后终于来到欢迎使用 iPhone 啦，上滑。那我来讲一下这只手机的规格。好，那跟 iPhone Pro Max 的部分我就不额外讲，反正就是台积电好棒棒，就立在这里。不过这次的 RAM 是4GB 的 RAM， 然后它的记忆体是从64GB 开始起跳，有64、128和256。我现在买的这只是最大的256，因为我可能会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。电池容量的话就小到蛮多的，是2227毫安时。哇，从来没有到这么小的电池。然后有一个东西蛮有趣的是，我在网上看到说，有人是说在充这个 MagSafe 的时候呢，它是只有使用12瓦快充。那我之后也会去看一下。那不过官网上注解是写15瓦啦，但是如果它真的是12瓦的话，其实感官体验是来讲是比较不好的。那不过我觉得不论是15瓦还是12瓦，它官网上写的充电超级快速这几个字，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写会比较好，太让人觉得无奈了。12瓦或者15瓦还写充电超级快速，唉。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这边我想提一下，它那个 MagSafe 的一些配件，我觉得真的蛮问号，特别是信用卡钱包卸在这里这一块，因为它放在口袋里，根据 MKEHD 的测试，它会直接滑掉。我觉得你的钱包最重要就这样滑掉，不是很尴尬？反正我觉得配件蛮特别的啦。然后我自己的话，我是有买了一个这个一般的壳，然后我是因为要自用，然后我想说壳的话，我就自己买一个原厂来看一下。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它那个透明，因为我觉得那透明的有一圈在那，真的是太丑了。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还蛮好看，配这个白色这样直接这样靠进去，它应该也会有动画吧？有，帅。好，它侦测到这是一个白色的动画，整个的感觉就会觉得，还蛮不错的，蛮有包袱。因为它这个边角是垂直的关系，你在套上壳之后，其实整个的包覆性来讲和手感上来讲，我觉得是好上蛮多的。好，然后整块萤幕的规格的话是5.4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萤幕，那它有着 iPhone 12全系列最高的 PPI 476 PPI， 然后一样是 OLED 的萤幕，标准模式
下的最高亮度达到625 nits。哇，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荧幕上其实是没有阉割太多，整个画面的感觉也都是非常的细致，然后有支援 HDR 那些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啊。然后刚刚在打字的时候，那个手感真的是太好，你看我轻松就可以打到最左边，我要打一个爱心都没有问题啊，非常的简单，一手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，然后手势啊那些单手就可以做得到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蛮舒服的。然后相机的部分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支援了超广角镜头，还有一般的主镜头。那它的数位变焦的话，最多是只能到5倍，而且现在目前还4焦，有出来5倍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主镜头，然后再来是超广角，感觉会是这样子。然后在录影的部分的话，它也是很厉害，它也是有支援这个 Dolby Vision HDR 10 bps 的影片。不过它跟 Pro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最多只能支援到30 fps， 那 Pro 可以支援到4K 60 fps，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差异。然后它基本上还有一个差异是在于说，它这底部的扬声器也是有差别，你可以看到说它是开孔的数量就不太一样。然后那我这边会提供一段这个喇叭盲测的部分，那可以看一下说哪个声音是你比较喜欢的，我觉得应该听不太出差别啦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我会使用这台 iPhone 12 mini 一阵子之后，才出一部心得的影片。那其中当然会包含续航力，然后整个的充电的体验。那它跟 Pro Max 是不是真的差很多，或者是完全拍照上没有差别？好啦，那就要记得开启我的小铃铛啦。那最后片尾的时候，再次感谢自选家的赞助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